我明明为公司连续拿下几十个百万大单，可当我拿着报销单找到财务报销时，公司规定庆功宴餐饮费不能报销。为什么？这是我为公司拿下10几个大单请客吃饭垫付的钱，为什么不能报销？我声音猛地抬高，怒视着财务部的丝装货。丝装货仍保持着标准化的笑容，语气平淡道：13，按公司规定餐饮标准是5600，你这5601.8元超了1块8，所以1分钱都报不了。笑话，我勤勤恳恳为公司争取到了500万的项目，凭什么只是餐饮费仅超出1块8就不批？丝装货听我这样说，松弛的脸一下僵了。他显然没料到，平日里最好拿捏的我会这样一字一句的顶回来。规定就是规定，江13，你这工作态度很有问题啊！等会我就向赵总报道。是我态度有问题，所以为了证明我来过，也为了证明你拒绝过，麻烦你在这张报销单上签个字，注明拒批理由。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公司流程规定，特殊情况的报销单被拒，需有财务经手人签字确认，我总得给赵总一个交代。话毕，丝装货脸色大变，拿着报销单不知道该怎么办，随即他冷静了下来，嗤笑一声。签就签，拿走。我一把拿过报销单，看了单子上的签字，确认没问题，随后走向赵总的办公室。赵总，13，怎么了？500万的项目签了没有？项目的事情先不谈。赵总，财务部丝装货说我这2张单子都有问题。哦，什么的单子啊？一份是餐饮报销单子，那一份是差旅交通报销单。随后赵总的目光看向那2份单子，随后放下茶杯，摆出严肃的脸色，语气低沉道：13啊，我知道你辛苦了，这500万的项目你是手工，但是公司有公司的难处，丝装货也是按规矩办事，他要对公司的账负责。这1块8确实超了，而且这机票确实比高铁便宜。你这么一板一眼，让他怎么做？让部门怎么看我这个领导？赵总说完瞥了我一眼，见我脸色沉默，随即切换成笑容，语气和蔼道：咱们做人不能太死板，是不是？有时候吃亏是福，为了这几千块钱闹得大家都不愉快，何必呢？这样，你把餐饮单拿回去，这个月奖金我让助理给你多报500。我听赵总的话气得全身颤抖，随后冷笑道：赵总，如果我没记错，3个月前王哥为了拿下城西的单子，请客户洗脚报了3800，您大笔一挥就批了。公司制度里好像没有洗脚这一项报销条目。上个月行政部给您办公室换盆景，一盆兰花12000也批了。咱们公司的绿植采购标准是单盆不超过500。江13，你想说什么？我不想说什么，我只是觉得这规矩好像也挺看人下菜碟的。赵坤听了我的话，靠回椅背冷冷地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审视道：你这是在质疑我啊？我哪敢啊，赵总，我只是想把我的钱拿回来而已。随后赵总冷冷盯着我10几秒，随即嗤笑了一声，语气冰冷：行，有骨气江13，我记住你了，单子放这吧，我好好跟财务沟通一下。赵总，我还是现在拿回去吧。怎么，信不过我？不是，我怕您贵人多忘事。随后我把那几张纸收回来，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1个星期里，办公室风平浪静，我的报销单石沉大海。赵坤和丝装货谁也没再提过，仿佛我的5000多块钱，连同那天的不愉快，仿佛凭空消失了。同事们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同情和疏远，我丝毫不在意，每天准时上班，处理手头的常规工作，然后准时下班，直到周5下午，赵坤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递给我一份文件，脸上挂着公式化的笑容。13啊，有个大活要交给你，岳影清的叶先生点名，要我们公司最懂瓷器转运的专家负责。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了。怎么样，有没有信心？赵总，我手里的报销还没结。13，格局打开点，我们现在谈的是上千万的项目，你还在纠结那几千块钱？不是几千块，是5601.8元。这笔钱影响了我的个人信誉和生活，我现在没钱，无法再为公司垫付任何费用。这个项目从勘察、包装到运输，每一步都需要花钱，我做不了。好，你很好，我现在就让4会计把钱给你。赵坤气得来回踱步，但是他需要我。几秒后，他随即抓起电话，冲着丝装货吼了过去：江13的报销单，马上给我过，1分钱都别少。随后他挂了电话，喘着粗气瞪着我：怎么样，江13，现在满意了？谢谢赵总，别跟我来这套，项目要是出了岔子，我唯你是问。我本以为他们就此会收敛，不再卡我们的报销流程，直至半月月影清项目正式启动，我去景德镇现场考察并监督定制包装。可就当我拿着报销单去财务室索要报销时，江13，你这住宿超标80元了，这让我怎么报？司会计，我订的是公司协议酒店，怎么会超标？公司最新规定，昨天刚发的，你订的这家超了80块。我看着丝装货公事公办的脸，神情平静，一字一句地说：那符合标准的酒店是哪家？如家快捷，火车站旁边那家。我没说话，回到座位上，打开地图软件查了一下，那家如家快捷距离叶先生在景德镇的工作室，也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单程1个半小时，来回就是3个小时。随后我重新把住宿地址改成那家如家快捷，交通费用不出意外的多出来200块钱。司会计，你看这可以吗？丝装货随即接过单子，认真看了一下，看到其他一栏，眉头一皱，随即拿起电话打给了赵坤。江13，
你什么意思？一天200块交通费，你怎么不去抢？赵总，这是按照丝装货指定的酒店位置和工作地点预估出的最节省的交通方案。你不会坐公交吗？公交车单程需要2个半小时，还要换乘3次，我每天花5个小时在路上，勘察和监督包装的工作谁来做？而且叶先生那边要求我们的人每天早上9点准时到。坐公交的话，我需要早上6点出门，晚上工作结束回到酒店就快10点了，这会严重影响我的工作状态和效率。考虑到月影清项目的重要性，我认为这200块的交通成本是必要且合理的。我一字一句说得清晰无比。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片刻之后，赵坤咬着牙说道：“行，江13，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样。”这次报销我批了。赵坤说完挂掉电话，我看着电脑屏幕上的审批通过，面无表情。既然你们喜欢讲规矩，那今后我就陪你们把这规矩讲到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垫付资金。A 市明明有300的房子，我硬是要花200打车去 B 市住289的酒店。财务丝装货也是拿我一点办法没有。这天，叶先生带着我看了月影清，那是3件瓷器，放在玻璃柜里。叶先生指着其中一个瓷器，声音温和道：“江先生，这就是月影清，这3件瓷器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你在转运的时候，他们能被最妥善对待。”叶先生，你放心，这是我的职责，我会按照每一件瓷器的形状、尺寸，使用特定的无酸酯、高密度海绵和木材进行量身打造内胆和外箱，保证运输的安全。很好，江先生，你果然是专业人士，这件事交给你，我很放心。叶先生话完转身离开，随即我拿出手机联系了景德镇最好的古董包装师。江先生，我看了下，这些瓷器形状比较特殊，而且上面的釉色确实不合适使用普通的纸。你说的没错，是要用特定的无酸酯，算上其他材料，需要18万。好的，王师傅，就按你的方案来做。回头你把报价单发我一份。话完，第2天，王师傅把报价单发给了我，我整理了一下报价单，确认没问题，随后便起草了一份费用申请，连同报价单发给了赵总和丝装货。结果和我想的没错，发出不到10分钟后，丝装货的电话打了过来，声音尖锐的像指甲划过玻璃一样。18万，江13，你疯了？3个木头盒子你要我18万，你怎么不去抢银行？我听着丝装货的大叫，嘴角微微上扬，随后语气平静道：“司会计，这不是普通的木头盒子，这是对国宝级文物的保护措施。王师傅是业内公认的顶级大师，这个价格已经看在叶先生的面子上给了折扣。我管你什么大师2师的，公司采购目录里最好的包装箱供应商，一套下来也才5000块，你这超了36倍，绝对不行。”司会计，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公司目录里的供应商做的是工业品包装，他们的材料和工艺会对瓷器釉面产生不可逆的损伤，这个责任是你负还是我负？这江13，你少拿这话吓唬我！我告诉你，这笔钱我1分都不会批，你要是用这个钱的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去。丝装货说完挂掉电话，我看着被挂断的电话冷笑了一声，随后打开邮箱，又给赵坤和丝装货又发了一份邮件，邮件里详细记载了我们如果使用5000元标准方案可能会造成的后果及赔偿。发完后，我关闭电脑，看向窗外。呵呵，这一次不知道会是谁先崩溃，是赵坤还是那丝装货？就在我暗中自喜享受胜利的喜悦时，手机屏幕亮起，一个陌生的香港号码打了进来。您好，请问是瀚海阁的江13先生吗？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威严，带着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我是叶崇山，江先生，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你们公司打算用装土豆的箱子来装我的月影清。赵坤和丝装货这2个蠢货竟然把事情捅到了客户那里，看来他们是想借客户的手来压我。叶先生，您误会了，我们公司内部正在对包装方案进行预算审核，这是正常的流程。我的助理告诉我，你们的财务为了省10几万块钱，想用会刮花瓷器的劣质材料。江先生，这是你们瀚海阁的流程。叶先生，请您相信我的专业性，在我这里没有任何不合格的材料可以接触到月影清。如果公司无法批准合规的方案，我将立刻终止项目，并亲自向您解释。听完我的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后，缓缓开口道：“我给你1个小时，1个小时后我要听到确切的消息，否则我们之间的合作就到此为止。瀚海阁，我也会让他在香港的圈子里彻底消失。”我后背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浸湿。很快，赵坤的电话终于打进来，他的声音不再是之前的愤怒，而是一种压抑着的惊惶。江13，你他妈的有没有脑子？是你把这事捅到叶先生助理那儿去的？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发了一封需要您确认方案的邮件。或许是公司内部的沟通出了什么偏差。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包装费我批了18万，马上就批，你赶紧去办。一定要安抚好叶先生。赵总，口头批准没用，我需要您的邮件回复，确认选择方案 A。你
或者您现在就签署方案 B 的风险责任书，我也可以立刻执行。等着。1分钟后，我的邮箱收到新邮件，是赵坤发来的，他同意执行方案 A。我看着那封邮件，嘴角微微上扬，然后我拨通了王师傅的电话。王师傅，可以开工了。我的命令下达后，在王师傅的巧手下，3件月影青被稳妥的包裹起来，放进了量身定制的囊盒之中。我用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的详细视频，作为存档。包装解决了，下一步是运输。我根据合同选择了国际顶级的巨4S安保运输公司，报价80万。我将报价和资质文件发过去，丝装货立刻驳回。驳回，荒谬！公司有长期合作的物流公司，价格不到10万，为何要用天价供应商？请项目负责人江13给出合理解释，否则将上报集团审计。我没有回复，也没有争辩，我只是默默的又新建了一封邮件，还是同样熟悉的配方。我要求他们选择，要么特批80万，要么签署保险失效责任书，承担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这次我多加了一个抄送地址，董事长办公室。很快，赵坤的电话火烧火燎的打了过来，他的声音都在发抖。江13，你在干什么？你他妈把邮件发给董事长了？赵总，我只是按照公司规定，有重大项目风险需向相关领导同步。你这是在逼宫？我只是在申请预算以及规避风险。80万，你怎么不去打？公司账上哪有这么多钱给你批？赵坤的声音已经歇斯底里。那就请您签署方案 B。我欠你奶！江13，我告诉你，这个项目结束，你就给我滚蛋！项目结束之后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说，现在我需要您的决定，方案 A 还是方案 B？ 待我话完，电话那头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许久，他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软下来。方案 A， 邮件等着。运输顺利完成，项目交接成功。我返回北京的第2天，赵坤就叫我去了他的办公室，他脸上是快意恩仇的表情，丝装货像门神一样站在旁边。赵坤把一份协议丢到我面前，江13，签了吧？我看着那份协议，上面写着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语气平静道：赵总，这算是过河拆桥吗？你无视成本控制，恶意抬高预算，顶撞上级，公司不需要你这样不听话的员工，拿着你的赔偿金赶紧滚蛋！就是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为了点蝇头小利，跟领导跟公司对着干，哪个公司敢要你？我看着这2人的步步相逼，心中冷笑，随后盯着赵坤，语气平淡：赵总，你确定要这么做？我当然确定。废话少说，字我签了，公章也盖了，你今天不签也得走人。我给你半小时，把东西收拾干净，从我办公室滚出去！就在赵坤的怒吼声还在办公室回荡时，门外突然径直走进来3个男人。李总。李总没有理会赵坤，他径直走到中年男人身边，恭敬地介绍：张董，这位就是江13。张董是集团总部的最高决策层之一，专门负责清算和改革的特殊资产部负责人。他的目光锐利地落在我的身上，打量了我一眼，随即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他转向赵坤，声音威严，不带一丝感情：赵坤，你在做什么？张董，我在处理一份违规员工的劳动合同。违规？张董看了一眼桌上的文件，又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丝装货，冷笑了一声。他没有接那份解约书，而是从小王手中接过一份烫金的文件，直接展开。整个办公室里只有张董那沉稳而清晰的声音在回响。经集团董事会紧急研究决定，为加强对公司不良资产和风险行为的精细化管理，即日起成立特殊资产清算部，自任命江13为特殊资产清算部部长，全权负责集团下属所有分公司不良资产的清算、非法资产的追回以及一切内部违规不良行为的审计和处置工作，即刻生效。听到这消息，丝装货和赵坤脸上的血色彻底褪去。我的目光扫过赵坤，他彻底懵了，嘴巴张着，像一条离开了水的鱼，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漏气声。丝装货更是双膝一软，要不是扶着桌角，已经瘫倒在地。江部长，恭喜，现在是时候让你处理第1项不良行为了。我从张董的手里接过任命书，转头看向赵坤，目光落在了他桌上那份刚刚还想用来羞辱我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赵总，江部长，请问这份文件现在还有效吗？赵坤没有回答，只是颤抖着摇头。我笑了笑，随即看向丝装货，他被吓得退后一步。司会计，我的第1个审计项目就是月引清，审计内容包括所有项目报销中的不合理拒批和违规处置行为。丝装货彻底崩溃，他发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叫。我没有理会他，再次看向赵坤，语气平淡道：赵总，我记得您说过，公司不需要连1.8元都容不下的精细化管理人才，我深以为然。现在您不必再烦恼我的去留问题了，而是你要烦恼你自己去留的问题了。我的话音刚落，赵坤喉咙里发出一声粗重的哽咽，他像是被我这句话击穿了最后的心理防线，瞬间失去了所有支撑。江哥，江爹！赵坤猛地从椅子上滑下，双膝重重地砸在了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他顾不得疼痛，向前西行了2步，双手死死抱住了我的裤脚，声音带着彻底的崩塌和哭腔：小赵，求你不要开除我！您之前垫付的那点钱，我全额报销，2倍、3倍，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求求您高抬贵手，我错了，1.8元是我不对，我当时是鬼迷心窍，求您给条活路。我低头看着他，曾经高高在上对我颐指气使的赵总，此刻像一滩烂泥一样跪在我的脚下，一屁眼泪混合着汗水沾满了我的膝孔。呵呵，不好意思啊，公司不需要你这种连1.8元都容不下的精细化管理人才，
我不再看他，转身向张董和李总点头致意。张董、李总，请带我去我的新办公室，我需要立刻开始工作清算。在我被任命为特殊资产清算部部长的当天下午，我便启动了对赵坤和丝装货部门的全面审计。我将所有的证据，从1.8元超标餐费的荒谬，到2380元高铁票的刁难，全部呈报，并以此为突破口，深挖赵坤内非合规支出黑洞。集团法务和审计部如同一把锋利的刀，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清算。仅仅1周后，结果出炉，赵坤因涉嫌严重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被集团开除，并移交司法机关，最终被关押。刘会计因滥用职权，为赵坤掩护并恶意刁难员工，被集团开除，同样接受法律制裁，也被关了进去。他们为1.8元制造障碍，最终却为300万元的贪婪和腐败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而我因为这次清算行动的成功，不仅为集团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我证明了公司内部急需一场彻底的、基于专业和效率的管理重建，因此被集团任命为集团战略发展与内控部执行总裁，继续全权负责所有业务板块的内控体系重建工作，直接向董事长负责。我再次晋升，从一个超标1.8元就被拒批的普通员工，一跃成为集团决策层的核心人物。